刷刷几声，四下窜出一群人，不等人反应，数张类似渔网之物四面围击，朝着陶顺袭来。陶顺捏着手中的东西，面色大惊，就连守在一旁负责善后的威宁都傻眼了。这……苏锦笑而不语，歪着头远远看着。他们依照苏锦的吩咐，速战速决，绝不靠近此人。手下不松，步伐交错，几个方位转换，网中之人便已经被裹成了粽子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人拿下了。苏锦，叫就知道叫，就算你现在叫爹，我也不会放了你。将他给我弄晕，拖下去搜身，审讯流程都过一遍，我要知道他与何人接触过。是。威宁面色复杂地走上前。太子妃，剩下之事陛下已是吩咐，本将军来就好。那就有劳威宁将军了啊！宫中前门还有些叛军，威宁将军拿下后请通知我，我想与他们切磋一番。也不知为何，明明积分够了，却迟迟不见升级提示，难道还要再多些分？就这，他还要再来？这是什么大魔头？上瘾了？苏锦也没看他，转身便离去，看着自己这一身的狼狈，收拾一番再说吧。此刻大殿内，陛下息怒，龙体重要啊！陛下保重身体啊！那大元太子妃虽是大逆不道，意图篡位，但他这次也算是阴差阳错，阻止了陶顺的阴谋，对大元太子妃从轻处理。你们把朕看得同你们一样蠢？足今之事，我从始至终便知，倒是你们想好怎么死吧。陛下饶命，臣不敢了，臣再也不敢了。臣以为陛下已经，这才会去选择拥护南宫家，求陛下饶臣一命。陛下饶命！轩辕父扫了一眼，神情淡漠。下方之人见他不言，头重重一磕道：陛下虽是定下储君，但那只是个孩子呀。孩子？那是朕教出来的，你们有异议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朕决定的事还无人能反，以为我醒不来便能做主？既这般，大梁还要我这个皇帝做什么？全都给我去死！下方跪倒一片，一个个面如死灰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轩辕父刚说完话，猛地按住胸口，他面色不安的一阵抽动，又很快安定了下来。在抬起头时，仿若换了一人，眼眸无波，神色淡淡的扫视一圈，道：都起来吧。大臣们一惊，也不再抖了，猛地抬起头，黑衣陛下什么时候这般温和过？他们不敢不听，连忙站起身。死罪何免，活罪难逃。魏恒，此事交于你，一罪论处。臣遵旨。谢陛下不杀之恩，杀之恩。轩辕纯也不再理会，大步朝着殿外走去。想到孩子们都已知晓他身体恢复，心下不禁一拧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太子殿下，你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。婢女应声退下。明觉手下微动，推开了御房的门。苏锦也不意外，没有出声，身子浸在水中，脖梗后仰，很是惬意。明觉绕到后方，按住女人的肩膀，一点点地揉了起来，直到抬起她的手，见那虎口处一道血痕。男人眉峰紧了紧，转身走了出去，再回来时手中提了东西，托起她的手，动作轻缓地倒上了药膏，温声道：下次不要这么拼了。只此一次，再也不拼了。系统积分够了，他日后也不必如此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明明积分够了，系统还是没有升级，到底差了什么？明觉不知他的担心，但见他此刻疲惫的模样，眉间还带着愁色，轻言哄道：没事，有我在。别担心，我只是在想些事情。明觉也没再问，浸湿了手中的帕子给他擦了擦，小心地拖着那只上了药的手，以免触碰到水。苏锦乐得享受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，心思却沉浸在了系统中。筒子别哭了，这可能只是延迟了。系统从最初的兴奋再到忐忑，现在见积分够了却迟迟没有升级，心里是越来越慌。不是宿主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好像联系不上主系统了。那你试试联系几个小伙伴。我试过了，所有的联系都断了。宿主，我可能回不去了。我吧。别怕，没事的，我不是在呢吗？我的命还要大几十年，一定给你找到回去的办法。
为了给你找家，他也会努力多活些年的。何况情况未必到了最差的时候，可能系统只是出了小意外，卡住了而已。往好了想，说不定明天就可以了。苏锦话音刚落，刚才还与他说话的系统像是被定住了般，一切静止了下来。一道除了苏锦无人听见的声音在脑中响起：第一，检测到系统可升至满级，请宫斗系统2250号宿主做好准备。时空商城开启，积分兑换中，时限10天，请尽快换取。苏锦没去看那闪亮亮的商城，急切道：哎，系统升级后会怎么样？仙级上升，任务期满，解除绑定。如果想留下他呢？一阵长长的沉默，在苏锦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处光猛地闪了闪。长长的等待之后，机械音再次响起：第一，接收到绑定者请求，请确定是否留下系统。1是，2否。系统声明：本次时空通道关闭后将不再开启，滞留系统将继续为宿主服务，直至宿主生死随之消散。苏锦听闻此，一阵水声的跃出水面，飞溅而出的水打湿了衣衫，他也无暇顾及，飞速取来衣袍披在苏锦身上，紧张道：怎么了？苏锦紧了紧身上的衣服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朝着男人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心情带着几分沉重。冷静下来的苏锦沉下心，回想一番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绑定者拥有的权利是不是太过高了？如果能仅凭一个决定就能留下一个系统，如果贪心一点儿，选择将系统留下，那么我死后系统也会随着消散。这条件明显太过苛刻，对系统很不公平。这反倒更像是一个考验。脑中的机械音再次响起：请绑定者做出选择，是否留下系统。1是，2否。苏锦目光沉了沉，听着耳边的计时，他吸了口气，用意识点了否。不管这是不是一场考验，他都赌不起。他可以接受系统离开，却接受不了他消散于天地间。在苏锦点下的瞬间，脑中猛地一暗，唯有一块商城面板还在亮着。他心中一揪，深吸了口气，呼唤道：筒子！回应他的是长长的静默和那一闪一闪的商城，显然在提示他去选择。他缓缓抬起头，向着面板扫了一眼，对了一把弓箭，随意换了几颗高级解毒丹，10多张金光闪闪的护身符，全是些这个时空已出现过的东西，只是做了升级。那些超过科技范围的，例如热武器，就算积分再多也是换不了的。看着上方显示的10天时间倒数，苏锦没有再动，又试着叫了几声系统，心中带着一丝期望。筒子，这次可以给你买很多零食了。然而这一次，脑海中再也没了那一道惊喜的尖叫声，至于一片暗色。是他猜错了吗？系统给了他升级的漏洞去钻，让他这么快升至满级，有得必有失。他早该想到，又怎么会事事如他意？他不该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，不该升得那么快。待他回过神，现实中早已穿戴整齐，明觉帮他收拾妥当，也没问原因。苏锦转过头，目光愣了愣，轻声说着：只是没想到他会离开。像是在自语，又像是在说给谁听，没头没尾来了这么一句：是他那个我见不到的朋友。他知道苏锦有一个朋友，只是从未见过。苏锦也没有再说什么，独自走了出去。他抬头看向天空，若你真的离去了，无声的祝福。我的朋友，愿你往后一切都好。明觉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，却不知要从何安慰。苏锦长舒了口气，看着身旁眼露担心的男人，努力扬起了笑脸。都会好的，没事儿，走，看孩子去。审问的如何了？回太子妃，陶顺不惧酷刑，不愿开口，存了死志。但据其女儿交代，府上曾来过一位道长模样的长者，陶顺甚是重视，还拿过他的八字。消息，换他女儿一条命，让他自己选。是。苏锦也不再理会，看着明觉转而道：咱们该回去了。事情解决了，老爷子也恢复了，
是该启程回大元了。老爷子，我们是来向您辞行的，明日启程回大元。轩辕纯背着的手顿时一紧，没有应声，静静地看了他一眼。娘亲，我们要回去了吗？崽崽们见苏锦点头，有些小纠结，舍不得先生，可是他们也好想姥姥，想皇祖母，想好多人。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以后我们会再来的。今日好好同先生告别。人生总要有分别，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如自己所愿。比如他，比如系统。苏锦愣神之际，轩辕纯毫无征兆猛地倒了下去。苏锦脚下一踢，意思稳稳地将人接住。娘亲，先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们回去吧，不用管我。先生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好呀？对，没好，他好不了了。我法术失效了。孩子们一阵嘀嘀咕咕哄着先生，苏锦却是心知肚明，摇了摇头。就在他准备上前好好跟人说上一说时，门外侍卫通禀：启禀陛下，殿外有急报，求见大元太子殿下。明觉神色一脸，朝着轩辕纯一拜，脚步急转便出了正殿。大元出了事儿，这般情况只能是明元帝发了急诏。没等他多想，明觉很快就回了。出了何事？大元急报，边境有异，父皇遗旨速归。本还虚弱的轩辕纯听闻此话，立即起身，面色再无一丝异样，严肃道：回吧，明日一早朕派人送你们回去。神色转变之快，看那几个孩子都傻眼了，眨巴着大眼凑到了先生面前。先生，你又好啦？这么快吗？轩辕纯也不尴尬，淡定的点点头。好了，今日孩子就留在我这儿，有些课业我要交代一番。先生，这个你收好，不可离身。一个毫不起眼的锦囊递到了轩辕纯手中，这个锦囊之中被他叠放了系统兑换出的金色平安符，也不再寒暄，转身便走。父皇有没有说其他的？并无，近来几国都不太安宁，怕是有人生事，大梁便是很好的例子。既是急诏，便不得耽误。你先带人回，我随孩子稍后一些，毕竟带着崽崽们如何赶路也快不了。他眉宇一凝，还未言。苏锦看了他一眼，正色道：听话，这不是小事儿。大元需要你回去，今日便走。明觉看了一瞬，苏锦踮起脚尖，将一枚护身符挂在了他身上，挑起里衣掩在了里面。不要拿出来，不可离身，在家中等着我。明觉摸了摸胸前，什么也没问，认真的点了点头。苏锦将他送至城外，也没再耽搁，嘱咐一番，亲自送他上了马。明觉扶着马鞍翻身而上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没再说话。见男人迟迟没有动身，只目光定定地看着，苏锦无奈叹了口气。他走上前拉过人，我把他推远了几步，这才听见毛爷一声令下：出发。苏锦站在原地待了许久，直到再也看不见，才作罢。书房内，苏锦正交代萧管家摆位方之事，事情刚吩咐下去，一道消息将他打断。禀太子妃，尧舜死了。说清楚。太子妃，属下将您的话带到，陶顺已是动摇，但不知为何突然暴毙，蹊跷流血而亡。可查到死因？太医确诊，不是死于毒杀。属下曾在他身上搜到那几张纸，现在也凌空自燃了。将这幅画拿给陶顺之女看，让她认一认是不是此人。若是没见过面容，只认身形也可。侍卫没有多问，低头应是，上前将画轴拿了起来，转身离去。他挥了挥手，萧管家也跟着退下。苏锦托着腮，想着方才之事，往日那般唤了几声：筒子，你说……话音猛地顿住，看来他还是没习惯。他闭目摇了摇头，正准备站起身之际，一道黑漆漆的人形重物凭空而降，重重地砸在了原先放置糕点的案桌上。
苏锦猛地站起身，惊得撞翻了椅子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那道身影首先尖叫了起来。啊！苏锦呆了，他不敢置信地望了一瞬，直到上前将人提溜了起来。他摸着手中的触感，目光定了定。系统转过头，看着桌案凹陷的地方，又伸手捏了捏手下的人，竟是温热的。这就是仿生皮肤。系统也不叫了，黑黝黝的脸上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上下眨了眨。宿主，我在哪儿？苏锦忍着惊诧，一把将他扶正，严肃道：站好。是。系统还有些懵，却下意识挺直了胸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能出来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回去升了个级，领了奖励，再一睁眼就回来了，就这样了。当时看见那黑黑的自己，他只顾着哭了，后面好像有桶跟他说什么都忘了，让他记住什么来着？苏锦意有所思，瞅他这一副一脸懵的模样，也没再问。看来这事儿应该跟他那个奖励有关系。这是满级的奖励吗？苏锦现在顾不得再想，算是意外的惊喜了，日后慢慢再问吧。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，你在这儿等我。他看了一眼这黑乎乎的小矮人儿，身高也只比乖宝他们大上一些，要是这样跑出去，晚上他都找不见他。系统伸出黑手，连忙拉住他，有些不安。你去哪儿？去给你找身合适的行头，好好待着。苏锦转了转眼，有些眼晕。这黑家伙他一时还没看顺眼。系统听这话，手一松，也没再说。见苏锦出门了，他四下转了转，这个碰碰，那个摸摸，这和从里面看见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都是真的。我喜欢这个奖励。记住，为师同你们说的。崽崽们点了点头，欢快地冲着先生挥了挥，谁也没有哭。一人背着个满满当当的小背包，颠颠地朝着马车跑去。您二位多保重啊！储君之事，君无戏言。孩子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定，我不干涉。老爷子似在等他这话一般，深深地看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目光朝向乖宝看去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这个您收回去吧。不必，此物只因是我给出的，他才会用，留着吧，日后来大梁拿着它方便。苏锦闻言也不客气，冲着身后的威宁将军、太傅、丞相等人抱了抱拳，转身告辞。在苏锦交谈之际，崽崽们却是惊住了，三个崽崽瞬间挤作一团。好黑呀，黑呀！二宝将乖宝往后挪了挪。你是谁呀？你为什么也在这里呀？比起他们，系统更是紧张，他低着头不敢抬起。这些崽崽是他筒子看着长大的，每一个都是他的小宝贝儿，他怕他们会不喜欢他。大宝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就觉得好喜欢呢。他眨了眨眼，没有说话，却越靠越近，那满是肉窝的小手悄悄探了过去，小心地戳了戳。大宝眼中的光越来越亮。你别怕，我们可好了，不会欺负你的。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又叫什么？完了，嗝屁了！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西。苏锦撩开帘子，笑着接过了话。他叫黑宝，以后就是你们的小哥哥了。黑宝，那这小哥哥一定是晒太阳晒太多了吧？苏锦朝着他们眨了眨眼，崽崽们瞬间意会这个意思，他们懂，有经验。娘亲说黑黑的很健康，小哥哥你一定超健康的，乖宝可羡慕了。我们以后一起玩呀，捉迷藏，藏到黑黑的角落，都没人能找到你，特别棒呢。这是安慰吗？那以后我们一起玩，我很厉害的。说着，手背在身后不知捣鼓着什么，在出现时多了几枚千纸鹤，模样甚是精致，送给你们。现在的他虽然黑了点儿，那也算是王者统了。他有了更多的能量，虽是受这个时空的限制，很多不能用，但是做些小东西还是可以的。系统见他们盯着看，一个用力将这手中的千纸鹤过了能量，他们似是活了一般，扑闪扑闪飞了起来。哇！娘亲，他会动！孩子们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，胆子也大，并不觉得害怕。苏锦朝着系统挑了挑眉，筒子却看也没看他，一脸姨母笑地盯着崽崽们。黑宝小哥哥，你好厉害，是我见过最
最厉害的人了！为什么以前没见过你呀？大宝好喜欢你的。苏锦静静地坐在一旁，随他们去玩。系统混在仔仔中，竟毫无违和感。这一路有了系统的加入，路程似乎缩短了一般，一路上欢乐不断，一群人距离大元越来越近。我黄孙孙呢？苏锦呢？不会被轩辕父那老家伙扣在大梁了吧？父皇不用担心，孩子随我家太子妃一道返程，太子妃闻讯急召，令儿臣先行一步。短短几句话，左一句太子妃，右一句太子妃，是在大梁憋狠了，没人可训。这刚回，又想来找我倾诉。哼，行了，孩子们跟着苏锦，朕自是放心。明元帝迅速话头一转，转而将玉折放在明觉身前。这些你先看过，滦州边境，这一次朕令你亲自带兵前往，即日启程。一目十行，不需片刻，明觉刻上玉章，目光沉了沉。儿臣愿领兵前往，定不负父皇所托。苏锦那里，你记得让人传个信儿过去。父皇放心，他让自己在家中等他，如今怕是要失言了。哎呀，算算日子，这几日也该回来了。这一路这么远呢，几个孩子如何受得了哦？秦姐姐，小锦行事向来周全，她能照顾好几个孩子的。秦氏自是知道，只是没这么长时间离开过孩子，心里惦记，嘴上难免唠叨了些。没事儿，哎呀，不想了，走，咱俩看戏去。哎呀，今日那年家班据说来了出新戏，哎呦，差点要错过了，咱得快点儿。我正要同秦姐姐你说呢，据说这次可是……老夫人回来了，太子妃的车驾已经快到门前了。两人反应一瞬，神色大喜。秦氏戏也不听了，脚步嗖嗖地向外窜，就这还不忘拉着严氏。哎呀，宝宝可想你们了。哎呦，想，我的乖乖哟，咋憔悴了呢？瞅着头发乱的，哎呦，瘦了，跟你娘亲吃苦了吧？哎呦，要说还得是你们爹爹在，我才能放心。你娘她一个人如何能照顾好你们呀？瞅瞅。这爹爹带的和娘亲带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明觉不在，都成了小野玩喽。仔没说是一路上跟着小哥哥疯玩导致，傻呵呵只顾着笑啊。对了，小哥哥，姥姥，外祖母，我们家要有新哥哥了，他可厉害了。说着就朝向马车挥了挥手。怎么还舍不得出来呢？也不再墨迹，伸手一捞，丝毫没给人再酝酿的机会，带了出来。秦氏和严氏险些没被自己呛住，这是啥呀？严氏性子含蓄，虽是诧异也没问出声，倒是秦氏几个跨步凑了上去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景啊，这谁家孩子？可真别致。我家的，谁也不能抢走小哥哥。对，我家的。以后就跟我们一同生活，娘、母亲，你们叫他黑宝就行。再看看躲在苏锦身后的孩子，这副模样，怕是被丢弃的。秦氏心瞬间就软了。哎，还是个孩子呢，也是可怜。哎呀，命苦啊！既然被我们家遇上了，也算是缘分。行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家孩子了，就跟着乖宝他们叫。哎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跟姥姥说。秦氏怕他害怕，一直也没松手，拉着人就往里面带，连3个仔都没再去抱了。仔们也不在意，进家门了。嘿，以后就是他们家的人了。那孩子是病了？不然如何能长成那般模样？他是见也未见过。没病，他呀就是长得特殊，事后相处久了您就知道了。宫中这几日都有人来候着，今日天色不晚，你虽是刚回来，还是走一趟为好。他摸了摸女儿的面颊，看得出神，细声细语同她说起了近来的事儿。苏锦知道他是为自己着想，往人身边贴了贴，连声应下。皇宫是肯定要去的，他也有些事儿要问上一问。
宫中，苏锦刚入城门，便有人来回禀了。皇后早早得了消息，如何能耐得住性子？自己收拾一番，熟门熟路的溜出了皇宫。嬷嬷如何劝说都不得听。娘娘，说不定太子妃很快便会带孩子入宫了，您这出去别再错过了。皇后哪里听得进去？她的乖孙孙有多久没见到了？她今日一定要见到。参见父皇。明元帝见只他一人前来，虽是有些失望，却也没多问。免礼。苏锦像是知道他所想，解释道：孩子们，我明日便将他们送进宫来。孩子还小，等他们休息好了再说。拿去看吧。滦州此次形势严峻，朕已令明爵前往。苏锦话语一收，上前接过。大禹半月之前换了新君，上一任是大禹前3皇子，登位不到1年，遭人行刺，死在了围猎场。新任的禹皇现对周边几国皆是一副挑衅之态，这一次更是直击大元，与大禹交界之地滦州首当其冲。只是针对大元？非也，大禹倒是其次，4国皆有祸乱发生，与你们此番所遇的大梁谋逆一事手段极其相似。父皇是怀疑有人意图搅动4国，引发战乱。同一种手段在4国接连使用，虽只成功其一，但也可见其所图不小。与陶顺背后之人是同一人？那人在图什么？难不成就图个天下大乱？小哥哥，今天跟我们一起睡。可是姥姥已经给小哥哥收拾了院子，婶婶没有说让黑宝哥哥什么时候住，今晚就留在这里吧，反正晚上婶婶也看不见小哥哥。对，黑宝哥哥不要出声哦，姥姥找不见你的。系统哪里享受过这么多的热情，整个桶还是晕乎乎的，咧着嘴，不管仔仔说什么他都应下。现在又面临跟谁一起睡的问题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床，3个仔仔各不相让，小脑袋顶在一起，正准备猜拳时，皇后的一声呼喊打断了他们。我的小乖乖，皇祖母来了！乖宝一阵风似的飞了出去，冲向了那个满眼柔色的女子。祖孙俩相拥瞬间，动作一致，来回蹭了很久，眼中都闪着泪光。乖宝好想你啊！皇祖母也想我家乖乖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泪眼朦胧的说完，又抱在了一起。一旁的嬷嬷嘴角抽了抽，真不愧是亲祖孙呐。大宝二宝紧随其后，也冲了出来，还不等他扑上去一阵稀罕，道黑乎乎的影子晃了晃眼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系统趴在门边没露头，只侧了小半点身子。崽崽们顺着皇后的视线一看，顿时兴奋了起来。皇祖母，这是小哥哥，是爹爹娘亲的孩子，以后也是我们哥哥了。他们叫他小哥哥，那肯定算是娘亲的孩子。对，他以后就这么介绍，就没人敢欺负小哥哥了。说着，他还冲皇后眨了眨眼。然而这次皇后显然没有接收到他的信号。啥？又有个孩子？皇后以面带喜色地冲了上去，心里虽是有些疑惑，但一时也没顾着去深思。3个都经历过了，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当他走近之际，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只觉脑子嗡的一声，思绪瞬间消散。系统看人走了过来，友好地冲他挥了挥手，你好呀。皇后静止了，黑的小黑娃，他家皇儿的孩子。皇后狠狠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时，只见那对白牙亮得晃眼，她身子也跟着晃了晃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皇后扶着她，不确定地回头看向几个孩子，又看了看趴在门边的黑娃，只觉脑中一团乱麻。这世上竟有这般黑的孩子，难道这就是他们不敢将孩子带给我看的原因？简直荒唐！这孩子至今都不敢走出来，平日该受了多少歧视啊！他怎么也不信他皇儿会是这种顾及外在之人。皇后越想越不对，孩子别怕，你过来。筒子倒是不害怕，只是还没习惯这副模样，怕猛地出去吓到人。这会儿见皇后如此，他也没了顾虑，一个跨步走了过去。孩子别怕，你爹娘是谁呀？这些年过得好吗？系统小脑袋瓜子转了转，半天也没想明白自己有没有爹娘。
只回了最后一句：“我过得可好了，这几年跟我家宿主过得可精彩了。”皇后见他不多言，也不勉强，这会儿倒也能看出些五官。越瞧这心底的疑惑越深，准备私下再好好寻苏锦问上一问。系统时刻记着苏锦所言，见人多笑笑，一定要把牙露出来。这会儿就呲着一口整齐的白牙，对着皇后，嘴角就没合上过。这孩子是在讨好我吗？唉，孩子心思如此敏感，怕是没少受苦。他努力想了想平日夸崽崽们的用词，自认夸人从无敌手的皇后，此刻却被难住了。还没等他说出口，系统猛地站起身，吓得皇后差点没稳住身子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有人来了，好多人，宿主不在。乖乖，他们要动手了，快去找秦姥姥。皇后都听懵了，谁来了？宿主又是谁？系统看见那群人已经和府外的侍卫对上，急得不行。我要怎么做？暗处保护的几名暗卫也发现了异常，立即现身道：“皇后娘娘，府外有异，您带着小主子快进房间，不要出来。”几个闪身前去查探，余下几名暗卫皆护持在了院中。你们在这里不要出去，我去接姥姥。皇后什么风浪没见过，神色丝毫不变，将她拦了下来。孩子，你好好待着，别去，我会派人去接的。说罢，他朝着暗处一个示意。他不知这孩子是如何得知外面的动静，但就冲他这关键时刻还想着救人的模样，人就差不了。多好的孩子，竟受了这大罪。崽崽们不明情况，乖乖缩着脑袋待在皇后身旁。不多时，贾谊归来，还带来了秦氏和管家。来人可知其来路？回禀皇后娘娘，来人似是不惧生死，人手众多，属下已派人前去通报。侍卫话音未落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紧接着一阵兵器交融碰撞之声越来越近，显然有人闯进来了。院中的侍卫立即紧绷了起来，拔出佩刀守在了四周。我要怎么做？宿主怎么还不回来？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系统脑中响起：“叫我！宿主你快回来，苏家出事了，来了一群好厉害的人，好多好多。”父皇，家中出事了。说着便往外奔去。什么？父皇，我先回去，您派人支援。来人！恰在此时，暗处身影一闪，有人带来了消息：圣上，苏家遇袭，皇后娘娘也在其中。属下来前已调令御林军前去护驾。快，再多带些人，快去！苏家守卫极严，不说一层层的侍卫把守，就连暗处他都不知安排了多少人去保护，防守可谓是丝毫不弱于皇宫。就这般，还需调动御林军，可见此次来袭之凶。何人这般大胆？难道这事儿……他不知怎么突然想到方才同苏锦所说的四国祸乱之事，心思瞬间沉了下来。苏锦冲出皇宫，翻身上马，直奔苏家，心中也没停下与系统的联系。童子，你带着崽崽们躲好就行。宿主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崽崽的。自从同宿主联系上后，他便安心了许多，认真地看着四周的动静。崽崽们坐在软榻上，奇怪地盯着小哥哥在看。小哥哥好像在头上说话呀。一个个满脸好奇地盯着他瞧，系统却没在意，扫视着闯进苏家的这一群人。来袭之人皆是一副农户扮相，衣着很是低调，个个身手矫健，手中动作一个比一个狠厉。在前方挡住，不要倒下太快，拖住他们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们随我冲进去。是。话音落下，一群人扑了上去，像是不惧生死一般，死死堵住侍卫的去路，只为让同伴冲进去。这一幕看得屋内的系统一阵阵心颤，这群人显然是算好了时机，为了达成目的，连命都不要了，也不敢再催苏锦快点。想必这时候宿主定是比他还着急。皇后坐在主座，她心下算着时辰，估算着不需一盏茶的时间，人手就应到了。现在双方争的就是时间。一阵巨响彻底打破了院中的平静。拦下他们！秦氏和管家也只身挡在了孩子身前，暗卫听令皆冲了上去，出手果断，刀刀见血。皇后侧身挡住孩子们的视线，努力安抚：“乖，别看。”她手心有些发颤，面上却不见一丝惧意。快拿下那3个孩子，死活不论！
不知从何而来一阵嗡嗡声，一群蜜蜂密密麻麻地聚集了过来。离得近的几个侍卫连忙拿刀去砍，却发现这些蜜蜂似乎跟平日见到的有些不一样，像是认人一般，远远地避开了他们，直奔那群来袭之人。惨叫声瞬间响起，此起彼伏。皇后几人这会儿见一群乌压压的蜜蜂袭来，更是一阵胆寒。崽崽们盯着空中，刚才因小哥哥失踪的情绪瞬间消散。是黑宝，一定是黑宝！别动，都躲在我怀里，快！祖母会去找黑宝的，你们听话。就在此时，御林军已到府外，统领范蠡擦了擦额角的汗，手下一挥，整个苏家犹如铁桶般被围堵了起来。御林军鱼贯而入，系统躲在角落里，看见有人来了，小小的松了口气，却也没让那群蜜蜂撤离。当见到自家宿主也跃身下马跨进府门时，小眼神恶狠狠地盯着里面的贼人。宿主来了，你们就等死吧。可能是有了底气，他胆子也大了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出来。那些被蛰得满脸剧痛之人大多口吐白沫，倒了下去。赶来的御林军火速将人拿下，唯一人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身法极快，手中不知捏着什么，直奔3个孩子而去。身前抵挡之人皆被一道道不明气体震开，速度极快，眼看就要靠近孩子。苏锦踏步而来，人还未至，手中的剑先射了过来，正中那人后心，却见他一口血喷了出去，手还固执地往前掷去，男人手中的符投了出去，一道黑漆漆的身子挡在了前方，而那符也好巧不巧地正贴在了他身上。筒子，躲开！系统还没应声，只听轰的一声，整个身子迅速燃了起来，瞬间犹如一个火人一般吓呆了众人。范蠡拿起一旁的东西就往他身上扑，苏锦端着一盆水也冲到了身前，水浇下之处火焰丝毫不减。门外的御林军行动迅速，一桶水提了过来，全部泼了上去。筒子，你忍住！另一边的崽子们也都吓住了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就在大家惊惧之际，一道丝毫不显气弱的声音响起：宿主，你快点啊，这火咋还没灭呢？说完他还蹦了蹦，众人当即都惊呆了。苏锦重重地拍了拍脑门，他倒是忘了这货不是人，这皮肤叫什么黑钢不坏之身来着。苏锦摆了摆手，也不让他们浇水了，估计待会儿自己就灭了。果不其然，思绪刚落，火势就小了下来，渐渐地露出了人形。只见系统像是撑住了一般，打了个嗝，整个人从黝黑变成了雾面黑，还冒着热气。没了，他人没了，他不纯洁了。系统嗖的一下就往外冲，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你给我回来！你一个系统害什么羞啊？这跑出去还想全京城都来瞻仰你不成啊？哎，你留着，我去。他呀，只想着别把孩子冻着了，这也算是大难不死，可别再出其他岔子。被火烧还死不了的孩子，这……苏锦知道他们的疑惑，随意扯道：黑宝生来异于常人，为了自保多学了些功夫，黑色的皮着实耐热，没事，不用担心他。小哥哥好厉害，是不是黑黑的就会很厉害？崽崽们握了握拳头，心头萌生了一个想法，他们也要学。娘娘，此人已全部拿下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请娘娘恕罪。此番凶险已是惊得他一身冷汗，幸得苏家无人出事，不然自己这个统领怕是做到头了。留活口，给本宫查。是。苏锦面色无波，站在一旁听着，什么也没有问。自那人拿出符纸的那一刻，他便知这是同大梁所遇在背后支持陶顺的人是同一人。那燃烧后留下的泛着臭味令人作呕的气息不会有错。想要我孩子的命！苏锦手下的拳紧了紧，眼底的暗色越来越深。皇上莫担心，御林军想必此刻已将人拿下了。想起之前苏锦提到的事，心下思量一番，提笔书写了起来。他刚将信函封上，殿外传来通禀，范蠡前来复命。如何？人有没有事儿？回圣上，苏家无人出事，皇后娘娘及3位皇孙无恙，只有一位……谁出事了？传太医过去。圣上，是一位
比皇孙稍长一些的孩子。他上前描述了一番当时的场景。火烧还烧得焦黑，那还能活吗？圣上，臣也不知缘由，但据太子妃所言，此子生来便异于常人，身上学了一些本事。他能这般护着朕的皇孙儿，不管孩子烧成什么样，朕都不会让他出事。常德，你带几名太医过去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常德躬身离去，明元帝也不再问，询问起了此次的事件。范蠡一一回禀，可留下活口。圣上放心，微臣带人前去之时，已保住了10多名活口。给朕审，不管用何手段，都要给朕问出何人所为。范蠡应声退下。来人，将信送往河岭的华云山上，还有加派人手再去寻道长的下落。是。奴才奉圣上之命，特带太医前来，为一位小公子看看伤势。不知小公子何在？没事儿，他不用看，好着呢。你们回吧。秦氏将人收拾好带了回来，一路还在哄着。哎呦，你这个娃娃，没人会笑你的。你老我多大人了，什么事儿没见过呀？哎呀，在我们老家，几岁孩子光着腚到处跑的多的是。听老大，抬起头来，谁要是笑你，看我不捶他。真的？咋还不信姥姥的话了？系统被他这一打岔，瞬间舒服多了，咧着嘴又笑了起来。姥姥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孩子，日后在外啊，可不能再这样了。外面坏人多着呢，会被人抓去的。秦氏有意说的严重，他怕孩子小，不懂外面的险恶，故意说重了些，让他知道怕。这孩子今日这表现，只要是有眼睛的，都能看出这孩子不同常人。也不知他女儿哪里找到的。系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不解，冲人傻笑了2下。两人离近，常德第一眼就确定是这位小公子，毕竟这模样着实惹眼。太子妃，依奴才所见，还是给这位小公子看看为好。这都烧成这般了，怎么还同无事人一样？哎，看，怎么不看呢？来，给孩子瞧瞧。他看这孩子只会笑，话也不多，怕哪里有痛了也不晓得说出口，还是让太医看看为好。苏锦现在对系统的这身肤色也算是看顺眼了，这奖励除了肤色上堪称完美，这世上应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的。系统已经被几个太医团团围住，轮流一番把脉下来，一个个就差脑门挂问号了。几个人汇聚一起讨论半晌道：太子妃，请恕臣无能，并未看出小公子身体异状。当然是看不出了，系统出品怎么会随便让人看出漏洞？请恕老臣无状。敢问这位小公子确实是被火焰吞噬过吗？老臣行医多年，从未遇过这般脉象强劲康健之人。小公子实属厉害。系统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也没那么厉害。至于这烧焦的肤色，想来过段时间会好一些。无碍的，这也算是怪事一件，怎么会一点外伤也无？还有这般黑，瞧着也不对呀。敢问小公子这伤可是服用了什么？苏锦神色一转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瞧。太医话语一收，低着头也不敢再问，又细细交代了一番，这才起身离去。皇后安抚完了受惊吓的孩子们，直到熟睡都不敢离去，细细地盯着孩子们的小脸瞧，似是在确定他们有没有做噩梦。娘娘，老奴扶您去休息吧，今日受惊了，老奴寻人来给您瞧瞧。不必，我还没那般脆弱。走，去看看黑宝。那孩子明明不大，却关键时刻挡在了所有人之前。皇后觉得她救的不是3个孩子，是她的命啊！好孩子，谢谢你。她不知当时若是没有这孩子冲出来，自己能不能挡下那张诡异的符纸。那般火势，若不幸再伤及身后的孩子，光是想想仍心有余悸。系统今天已经被抱习惯了，心里有些小无奈。我原来这么受欢迎啊，第一次做人就还挺好的。小姐，这孩子的父母呢？并不知道他父母是何人，
我和他有缘，以后就跟我一起生活。好，以后本宫就多个孙子了。这孩子面色是黑，但这心他瞧着比谁都亮堂。皇后认定了这孩子能来此是他们家的福气。入夜，苏家一切平静了下来，连系统都被秦氏带去早早睡了。精神还亢奋的筒子心里哭唧唧的朝着苏锦求救。我还想再玩会儿，我不困。不，你困。系统丝毫没有反抗的机会，就被秦氏盖上了被子。苏锦除了微笑也是爱莫能助啊，还幸灾乐祸的切断了脑中的联系。没了系统的呼叫，在空无一人的书房，面色一点点的沉了下来。他脑中不断想着今日之事，眼中的冷意越来越盛。萧管家敲了敲房门，进。苏锦敛了思绪，冷声道：将之人给我找到，发4国悬赏令，谁能将之人带到我身前，或提供准确消息，黄金10000两，或可解天下之毒的解毒丹1枚，酬劳不满者可再提，我只要人。说罢，他将一画像拍在了桌前，气息沉了沉。黄金只是其次，关键在于这解毒丹定会有人为了他不惜一切代价。您放心。他神色一正，没有多话，拿着画轴转身便走。此刻书房徒留苏锦一人，看着天边的弯月，丝毫没有入睡的意思，心绪繁杂，想今日之事，想那人的目的，想孩子们日后的防护，想他家夫郎。他想他了，想知道他的情况。然而滦州离此这般远，消息一来一回都要很久。忽然他似是想到什么，眼中猛地一亮。对了，系统。被苏锦惦记上的系统正躺在床上，屏住呼吸，假装睡得很熟。秦氏坐在一旁，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掖了掖被子，正准备离去之时，忽然将手伸向系统，往他鼻子下探了探。没呼吸。这是发现了我装睡，那我要不要醒来？我筒子为什么要经历这些？孩子，你醒醒呀！他就知道被烧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刚才不还让我睡吗？唉，真难懂。系统听话的睁开了眼。别哭，我不睡了。哎呦，孩子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我当你呸！他将不吉利的话又咽了下去，重新给系统盖上了被子。没事儿，是老的年纪大了，弄错了。哎呀，你再睡会儿啊。说着又重复了一番刚才哄他睡觉的流程，嘴边哼着近来京城流行的小曲儿。我想我的小床，我想躲被子里打游戏。宿主救命！这爱也太沉重了，他不懂，这和他想的不太一样。放平呼吸，不要说话。宿主，你还在啊？有事想请你帮忙，没睡。啥事啊？你尽管说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的大腿可酥了，给你，尽管嘛。你做的那些能量体，能不能传递信息？系统一听这个，心里一阵骄傲，他再也不是只会帮宿主喊加油的小废物了，他也很厉害的。可以的，宿主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送信给太子？没问题，我可以。好，那就拜托我家筒子了。宿主，我这就给你做几个。你想要蜜蜂、苍蝇、蚊子还是？随你，能飞回去带信就行。放心，交给我。这玩意儿这么亮眼干啥？选美吗？可能承受重量。可以的，我这次就做了一个，属于精品哦，它飞得很快。这蝴蝶体型虽然小，但也不是真的活体，所有的活动指令都是源于系统赋予的能量。有意炫耀的系统见苏锦不说话，暗搓搓地将蝴蝶放了出去，一眨眼功夫便没了影。很厉害呀！也还好，这古代时空限制很多，不然我会更厉害的。现在就很厉害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将它召回吧，帮我送个信。话音刚落，只见那色彩斑斓的花蝴蝶又飞到了眼前，停在了苏锦面前，像是在等他吩咐一般。他很聪明，手指轻轻触摸了2下，不知是什么材质制成，带着一丝冰凉感。他不聪明，是我给他编了程序，他只会认你和太子。是，你最聪明。
说罢，他掏出一封昨夜写好的信，对着蝴蝶的身形比了比。你绑在他身上就好了，他不是活物，坏不了，可以承重的。苏锦想了想，找来一节竹筒，刻上了名字，又将信塞了进去，试着用东西绑在了蝴蝶身上，垂了下去。去吧。滦州沙岩城外军营内，殿下又抓住几个企图混进城的探子。明觉观摩着手下的沙盘，似在思考，随声应着。大禹可有消息来报？回殿下，边境暂无异动。大禹这次是祁连带兵，驻扎在沙岩城外，至今未有发兵迹象。大禹境内征兵年岁现下调至14，此公告一贴，已是民怨四起。新任余皇在朝堂上现身不多，据传是身体不好，属下还未得到证实。注意滦州粮价起伏，待滦州境内黄4号粮商来此见我。是。二人朝着练武场走去。明觉敏锐地抬起头，他只觉一道光闪过，再去望却什么也没寻到。左一也向着四周望去，明觉没有出声。正当他凝神之际，一只竹筒漂浮在空中，猛地出现在视线内，正慢悠悠地靠近他。殿下，您后退！明觉手一挥，目光定定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竹筒，只觉上面有什么光在闪动。殿下，这是蝴蝶。蝴蝶小小的身子上绑这么个庞然大物，它竟然还能飞起来，这是什么？左一瞬间提高了警惕，却见那蝴蝶忽然在明觉正前方停了下来，抖着翅膀来回盘旋着。明觉眉宇紧皱，心中的疑惑更深。这一幕实在是怪异，还有那竹筒上似乎刻着什么字。就在他凝目望去之际，不知怎么的，蝴蝶的翅膀犹如过了电一般一阵颤抖，绑在身上的竹筒像是被什么割断了，自上方掉了下来。竹筒外部刻的硕大的苏锦2字瞬间映入眼帘，似是想到什么，在内发现了一封书信。那封面上的字迹再熟悉不过了。殿下小心，让属下查验一番。不必，这是太子妃送来的，是给我的。明觉拿过信，也没再理他，练武场也不去了，转身便往回走去，脚步越来越快。未到营帐，便已忍不住拆开了信件。他定眼望去，嘴角慢慢勾了起来，不知信中说了什么。男人眼中的光越来越亮，耳边都带着些热意。短短一夜，愣是看了许久，然后才坐下开始书写了起来。蝴蝶忽闪忽闪地跟了过来，静静地停在了明觉的肩膀上，不再动了。信中提到会有一只会飞的小东西帮他传信，应就是这只了。虽然心中很多不解，不知他如何找到自己，又如何回去。他知道苏锦有秘密，苏锦从不刻意隐瞒，他也不去问，那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。现在这样就很好。明觉将信折了折，找来东西挂在了蝴蝶身上。去吧。话音落下，色彩斑斓的小东西扑棱两下，一道光似的闪没了影。明觉眸光一闪，目光定定地看着离去的方向，眼中带着惊异。这般速度定不是寻常之物。收回心绪，他又将视线定格在了那个信件上，指腹磨了磨，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我等着你的大礼。你不是说1日便能回来了，这怎么还没回来？哄子，你是不是吹牛了？我没有，他定是识别人像时慢了点，第一次嘛，下一次肯定会快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么激动做甚啊？瞅着小黑脸都气变形了。大宝他们去皇宫，你怎么不跟着去瞧瞧？以前你不是最爱去的吗？我那是见多了就不想再去了。还没适应做人，我说你在这别别扭扭什么呢？以前的嚣张劲儿哪儿去了？小屁孩，就给我好好玩去。苏锦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家伙嘴里叫嚣的比谁都厉害，内心却是个死宅的性子。只要给他备好了吃的，能一天不出门。我不知道玩什么，以后仔仔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不懂我教你。一阵哄笑声由远及近。我最好看，海宝哥哥和我最像。哼！二宝背着手，迈着小步子，昂首挺胸走在了前方。秦氏看着他们，这会儿已经被打击得说不出话了，盯着3个孩子张了张嘴，只觉阵阵头疼。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全变了色？小哥哥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系统早已看到他们，
看着身旁的苏锦，谨慎道：“宿主，你觉得家里再有几个像我这样的黑孩子，能不能接受？怎么，晚上找你一个还不够，还想多几个？”系统也没再说话，看着仔仔越走越近，小心道：“宿主，我觉得那花蝴蝶快回来了，要不你去那边看看？”苏锦眯了眯眼，没动，狐疑地盯着他打量了一眼。系统见仔仔们跨进了院中，也不挣扎了。我们回来啦，小哥哥，你看，我们是不是也很厉害？苏锦身子往前倾了倾，死死按住跳动的额角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站起身四下看了看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顺手的。崽崽们还不知危险的来临，此刻盯着系统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大宝还用手抹了抹脸，企图让自己黑得更匀称一些。小哥哥，大宝以后改名字啦，叫大黑，我二黑。乖，他要叫什么？忽然他不知想到什么，我小黑。苏锦拿着找到的藤条越走越近。哥，你看看，我们长得是不是很像？大宝连小哥哥都不叫了，直接叫哥。黑包子脸笑得软乎乎的，直往系统身边凑。他可喜欢黑宝哥哥了，是他见过最大的宝贝。系统笑容僵硬地应和着：“像是我不够黑吗？黑宝哥哥一定更喜欢黑的那个。是不是我带坏了崽崽们？这可咋办？”娘亲！孩子们眼睛瞬间瞪大，看着那粗粗的藤条，小脸再也没了笑意，心感不妙，火速捂住了自己的屁股，也没问原因，窜得飞快。调皮的小孩谁家都有啦，小朋友的童年就是这样不听话啦。成长的过程包容一下吧，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其实就好啦。谁家的小宝贝都是小心肝呀，细心的呵护希望快点长大呀。请你别惹爸爸妈妈生气啦，他们培养你爱护你太辛苦啦。我记得我还有些事儿没做。说完没理会身后的仔仔如何猛，转身走出了院子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该揍的时候啊，还是得揍。哇，娘亲，宝宝的屁股没有翻脱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娘亲，哼，不是喜欢黑吗？来，我叫你们今天黑个够。宿主，差不多就算了吧。宝宝不敢了。日后还要不要变黑了？崽崽们摸着火辣辣的屁股，仰着花脸，就是没吭声。看着一旁疯狂暗示的系统，这才齐齐地摇了摇头，小哭腔言不由心道：“爸爸不要了，娘亲好可怕，我想爹爹了。爹爹，你快回来！”就在这时，带着名爵信件的花蝴蝶飞了回来，瞬间吸引了苏锦的全部注意。他双目一亮，也没再理会一旁的孩子，手向蝴蝶伸去。他拿着手中的信件，弯了弯眼角，看着几个犹如挖煤回来的崽，也顺眼了许多。去，回去给我洗干净了再来。每个人给你们爹爹写封信，信中该说什么都知道吧？苏锦扫了一眼，带着些暗示。崽崽们立即点了点小脑袋。懂，这个我们最会了。江爹爹很开心，娘亲就不会再生气了吧？好了，今日的事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你们想学黑宝，我不反对，但不可只看到他的外在，要学他的临危不惧、善良勇敢。男人苍劲有力、行云流水般的字迹跃然于纸上，长长一段都在说滦州境内的形势。苏锦看过，便一张张放置在身旁，直到最后一页，字迹忽变，格外袖珍，密密麻麻，犹如男人的窃窃私语般，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。我心似你心，七主大人，全观城外野花盛开，多是婀娜，不知七主心中可有中意的？看得苏锦笑出了声，嘴角越扯越大。半晌，他将那页纸看了又看，细细地收了起来，这才道：“来人！”不多时，有人推门而入，俯身道：“属下在。”我说的东西
可准备妥当？已妥，太子妃放心。即刻启程前往滦州，东西送到即可。是。大禹一座密林之地，大师派去的人无一人回。我早已知晓，若是这般简单，老道何须等到现在啊？我这病能拖到今日，得幸大师相救，莫不敢忘，也必会让大师您得偿所愿。将这个埋在沙岩城内。是，您放心，这次我会派另一批人过去。只是那3个孩子，不必了，我有的人已经到了。男子没明白他的意思，抬头望去，却发现人早已离去了。营帐内，男人望着信上稚嫩的笔迹，眼角的笑意又深了深。爹爹，宝宝想你了。宝宝在家里有乖，娘亲也乖，他可好了，都不会打宝宝。宝宝屁股没有痛，每天可开心了。明觉手握拳，堵了堵嘴角，忍着笑。他仿佛看到了某个强颜欢笑的小家伙。他看了一瞬，拿起放在一旁，准备看向下一封之时，眼睛一扫，只觉信件的一角有些异样，墨迹重了许多。他猛地翻向背面，只见背面的右下角赫然画着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小人，长长的手绕过身子，像是在捂自己的屁股一般。脸庞的周围还散落着雨水般的点点，似在哭泣，没有任何一个字，却暗搓搓地向他传达着什么。明觉抿了抿嘴角，半晌，他将信塞了回去，别开了眼，假装没有看见。为父在远方，也是无能为力啊。他果断将仔仔的信件压在了最下方，拿起那最后一封，珍而重之地展开来。还没等他看完，佐伊走了进来，拿着一物，急忙道：殿下，您看看这是何物？何处得来？佐伊看他家殿下这般，便知自己没有认错，赶忙将方才的闹剧说了一番。属下试着用手打开，不知何故，像是毫无开口一般，寻不到一丝缝隙。明觉眸色一深，似在回想。盒子不大，底部却是用最好的紫檀木制成，上方包裹的锦缎更是皇室专供。似是想到什么，将它给我劈开。佐伊点头，也不多问，拿起便向外走去，将东西放置在一块石块之上，手下一个抽动，一道寒光朝着地面劈去。盒子应声而裂，一小截树枝映入眼帘，伴随着一股淡淡的腥意飘散而来。这气味他不知，但明觉却是熟悉。烧了，那刚入城的几人全部拿下，严刑拷问，不可放过一丝踪迹。他自是猜到这是什么，苏锦不止一次同他描述过大于前国师府内栽种的树木。明觉思绪转了转，坐在案前挥笔而下。这一日，滦州几大粮商应邀而来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此座。明觉示意他们坐下。此番让你们来，是为了粮食一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草民一介白衣，靠着微薄的铺子谋些营生，实在是有苦难言啊。一旁的几位也跟着跪下。太子殿下，为了大元，为了这滦州百姓，草民愿意捐出1000担粮草。草民也愿意。是当本殿想要抢占你们的粮库吗？草民不敢。朝廷只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呢。哼。坐。他没有废话，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。本殿此番让你们前来，是为了粮食定价一事。近来滦州受战事影响，粮价起伏较大。太子殿下，您说笑了，这粮价可不是我等能定下来的。太子殿下，这等关头，我等自是要做些贡献，但现今边城粮食吃紧，各大粮商手上的余粮都不多，这价自是降不了。草民全家靠此为生，甚是为难呐。明觉私下早已将这些人查得一清二楚，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们。太子殿下，草民知您意，愿再加上1000担粮草，只愿我大元此番得胜。不就是想要粮食吗？何必谈什么粮价之言？草民同等。本殿知诸位在战事出现端倪之际，便大肆收购。
还未说完，几人便砰的一声跪了下去，大喊冤枉。还有，谁告诉你们本殿缺粮的？话音落下，侍卫从外而入。报，太子殿下，城外有大批粮草押送进城。何人带队？回殿下，是太子妃手下的主事廖青。本殿的太子妃不缺粮，粮价一事不是同你们商量。明日我要看到滦州的粮价恢复正常。说完转身离去，没有再看身后之人。杜兄，你看这……先回去再说。这位太子殿下可不似之前的冷大将军那般好糊弄，还得小心应付这些。几人对视，均有一丝凝重，怕是要白忙活一场了。